很多人逛寺庙都会有一个疑惑，我们现在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可所有佛经里都笃定地说，未来接管娑婆世界，接替佛陀度化众生的是弥勒佛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反常识的问题？释迦牟尼身边神通广大、智慧超群的弟子数不胜数，文殊菩萨被誉为智慧第一，普贤菩萨行愿无边，迦叶尊者苦行第一，阿难尊者多闻第一。随便拎出来一位，都是修行千年、功德圆满的大圣人。为什么释迦牟尼偏偏跳过了这么多顶尖弟子，独独选定弥勒作为自己的唯一接班人？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弥勒是未来佛，却从来没人讲透这背后藏着的是释迦牟尼看透世间轮回、看透人性短板、看透末法时代真相的顶级布局。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位次传承，而是一场跨越56亿7千万年的救世计划。今天我们就抛开寺庙的刻板说辞，不读教科书式的佛经释义，不用晦涩的宗教术语，用最通俗、最贴近普通人认知的话，层层拆解这个流传千年，却极少有人真正读懂的佛门终极秘密。很多人看佛法，只看表象的香火与仪式，却看不到诸佛菩萨背后跨越亿万年的布局与人心洞察。而弥勒接班这件事，恰恰藏着整个佛教最核心的时代智慧与救世逻辑。想要读懂这场传承，首先要打破所有人的第一个认知误区。我们印象里那个挺着大肚子、笑口常开、逍遥自在的布袋弥勒，并不是真正的弥勒本尊。很多人因为这个世俗化的形象，下意识觉得弥勒随性、豁达，没那么多严苛的戒律修行，所以才容易被佛陀选中。其实恰恰相反，真实的弥勒菩萨是整个贤劫中最特殊、最圆满的修行者之一，他的底蕴和格局远超我们的固有认知。弥勒本是古印度波罗奈国的婆罗门子弟，出身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顶级贵族，自幼天资卓绝，不仅精通世间所有世俗典籍、天文历法、人事法理，更天生自带悲悯众生的本心。年少时，他看透世俗权贵的浮华虚妄，不恋荣华，不逐名利，毅然舍弃王族的富贵生活，追随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。和佛陀座下绝大多数弟子最大的不同是，弥勒从来不是此生偶遇佛法、半路出家修行的普通弟子，他与释迦牟尼佛的师徒渊源修行羁绊，贯穿了无数个生死轮回，无尽劫数，是累世修行、累世相伴的深厚因缘。很多人完全没有概念，修行体系里的劫到底是多长时间？我们普通人的一生不过100年，沧海桑田已是极致，而一小劫是世间人寿，从84000岁递减至10岁，再回升至84000岁的完整轮回，时间跨度远超亿万年。20个小劫为一个中劫，80个中劫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劫。而佛经中明确记载，释迦牟尼成佛的时间比弥勒早了整整9大劫。9大劫的岁月跨度是人类文明、地球变迁都无法丈量的浩瀚时光。放在修行界，这早已不是简单的先后差距，而是近乎天堑般的修行时差。那为什么修行起步更早、成佛更快的释迦牟尼，最终要把衣钵传给看似落后一步的弥勒？这里藏着第一层核心真相：成佛的快慢从来不代表修行的圆满度，更不代表度化众生的适配度。在《大智度论》、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经典里，记载过一段极少被世俗科普提及，却至关重要的古老细节。在无数劫之前的久远过去，释迦牟尼弥勒与诸多大菩萨同为共修的修行同人，彼时两人的修行状态、发心方向截然不同，也注定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成佛时序与救世使命。彼时的弥勒心性早已纯净无垢，彻底断除了凡人乃至修行者
难以根除的执念、贪嗔、痴念与种种细微烦恼，自身的心性修为、禅定功夫、智慧境界，早已达到了近乎圆满的极致状态，但他一直隐忍不发，不急着成佛。核心原因就在于他身边跟随的眷属有缘众生根基尚且浅薄，心性尚未成熟，福报尚未具足，还不足以承接圆满纯净的佛法教化。而彼时的释迦牟尼刚好和弥勒形成极致的互补，彼时他自身的心性尚未达到绝对纯粹圆满的境界，依旧残留着细微的修行短板与无明执念。论个人禅定，论心性清净，论自身圆满，彼时的释迦牟尼其实是不如弥勒的，但他拥有所有修行者中最珍贵、最难得的特质，就是极致、纯粹、毫无私心的利他之心。他从不执着个人修行的进度，不追求自身成佛的速度，毕生所有的时间、精力、修行功德，全部用来奔波四方，教化众生，救苦救难，成全每一个迷茫的修行者，利益世间每一个苦难众生。别人修行是为了度己成就自我，而他修行毕生只为度人成全众生。正是这份甘愿放下自我圆满，扎根着世度人的发心，让释迦牟尼先于弥勒九劫成就佛果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明白，佛陀成佛靠的不是天赋和精进的速度，而是愿力的优先级。这也是释迦牟尼历经无数劫修行，最终选定弥勒作为唯一接班人的第一层核心标准。佛门传承从来不是一场强者上位的比拼，不选修行最快的人，不选智慧最高的人，不选神通最广的人，更不选苦行最久的人。真正的佛法传承选的永远是适配者、承载者、时代者，是那个最懂娑婆世界轮回规律，最契合众生根器变化，最能承接末法时代万千迷茫众生的人。如果说释迦牟尼的使命是开荒，那弥勒的使命就是收官。我们当下所处的宇宙时间名为贤劫，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修行大劫，在整个宇宙轮回体系中都至关重要。贤劫之中将会有1000尊圆满佛陀相继出世，示现人间，建立教法，度化众生，点亮世间的修行明灯。我们熟知的燃灯古佛是过去庄严劫的压轴佛陀，而释迦牟尼是贤劫千佛中的第4尊佛，也是开启现世佛法文明的关键。佛陀弥勒菩萨正是贤劫千佛的第5尊佛，承接释迦牟尼的法脉，衔接未来的圆满盛世，是整个贤劫承前启后，贯穿古今，连接浊世与净土的核心关键。释迦牟尼非常清楚自己的宿命，也清楚娑婆世界的运转规律，他发的大愿是于五浊恶世成佛。什么是五浊恶世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充满欲望、纷争、痛苦、浮躁的世界，人心贪嗔痴炽盛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众生根基参差不齐，善恶交织，苦乐相伴。简单翻译一下，释迦牟尼的愿是主动跳进最混乱、最难度化的泥潭，在众生最迷茫、最堕落的时代，亲自下场，开宗立教，建立法度，点亮明灯。他来世间是为了给沉沦的众生留下一套可以传承的佛法体系，一套可以自救的修行法门，但他也清清楚楚预见了未来。正法时代、相法时代过后，世间必然步入漫长的末法时代。很多人常年听正法、相法、末法的说法，却始终分不清三者的本质区别。我抛开宗教术语，用普通人能直接感知的生活状态，彻底讲透这3个时代：正法时代，佛陀亲自注释，真理就在眼前，教法纯正无瑕，人心淳朴纯粹，没有复杂的功利算计，没有虚假的信仰伪装。那时候的众生根器深厚，心念纯粹，只要听闻一句佛法，就能破除迷茫，开启慧根；只要踏实修行，就能证得果位，脱离烦恼。相法时代，佛陀已经涅槃离世，世间再也见不到佛陀真身，
于是人们开始修建寺庙，铸造佛像，抄写经文，举办法，会用外在的形式缅怀佛陀传承。佛法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形似而神散，佛法的仪式越来越兴盛，寺庙越来越庄严，诵经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很多人只执着外在形式，忽略内心修行，佛法的内核开始慢慢流失。而我们当下正身处的末法时代，是佛法流传的最后一个阶段，也是众生最迷茫、最痛苦的时代。人心极度浮躁，功利至上，欲望泛滥，人们追求速成，追求结果，追求名利，真修行者寥寥无几。借佛谋利、流于形式、盲目跟风的伪信仰越来越多，众生深陷执念、焦虑、痛苦、纷争之中，心性顽固，业力深重，很难再依靠自身的力量破除无明，解脱烦恼。释迦牟尼的一生完成了整个佛门最艰难、最伟大的开篇壮举。在无佛出世、众生沉沦、黑暗笼罩的五浊恶世，他舍弃王位，舍弃富贵，历经6年苦行，遍历人间苦难，最终悟道成佛，创立完整的佛法体系，确立严谨的戒律法度，为迷茫的众生点亮了万世不灭的明灯。他用一生的奔波与牺牲，给沉沦世间的所有人留下了一套可以代代传承、人人可用的自救法门，让众生即便无佛在世，也能依教修行，脱离苦海。但拥有无上天眼、洞悉轮回真相的释迦牟尼，早已清清楚楚预见了未来的一切。正法会衰，相法会落，末法必至。当末法时代彻底鼎盛，人心浮躁到极致，欲望膨胀到极致，世间业力堆积到极致的时候，传统的苦修教法、严苛的戒律规矩、清冷的智慧法门都会彻底失效。彼时，即便是神通广大的菩萨、功德圆满的罗汉，也扛不住漫天的世间业力，更度化不了执念根深、心性顽固的末法众生。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修行者，一种完全不同的度世方式，来接手这场跨越万亿岁月的救世大业。而这个人只能是弥勒，因为弥勒的发愿和释迦牟尼完全互补，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承接弥勒发的愿，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净土成佛、顺世度世大愿。他完全知晓娑婆世界的轮回规律，清楚众生的业力周期，所以从不急于在浊世强行度人，不急于争夺成佛的位次，不急于完成一时的救世功绩。他选择常住兜率天内院，这是三界之中最清净、最适合涵养心性、积蓄愿力的修行净土。千万亿年如一日，静心修行，涵养本心积累功德，打磨教法，等待天时。他会一直静待世间业力逐步消散，众生心性逐步觉醒，人心慢慢向善，直到未来人间彻底清净，无饥荒，无瘟疫，无战乱，无纷争，无仇恨，无贪婪，世人寿命绵长，心地纯善，福报圆满，人寿达到84000岁的极致盛世，才会从兜率天降生人间，在龙华树下圆满成佛，开启全新的救世法度。很多人读到这里，会误以为弥勒是偷懒，是避世，不敢来浊世受苦。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，也是普通人看不懂的大智慧。真正的顶级修行，从来不是盲目入世，硬扛苦难，逆势蛮干，而是顺势而为，应机度人，审时度势。释迦牟尼的救世是逆势救度，在世间最污浊、众生最堕落、人心最迷茫的至暗时刻逆流而上，以身入局，强行拉拔沉沦的众生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为众生立法度。而弥勒的救世是顺势圆满，在世间清净，人心向善，众生根器成熟的圆满时代，顺势出世圆满教化，成全所有修行众生。一逆一顺，一苦一乐，一开一合，一救一圆，刚好完整覆盖了贤劫千佛的轮回脉络，完整承接了娑婆世界从污浊到清净，从沉沦到觉醒的完整过程。这也是释迦牟尼非弥勒不可的第二个关键原因。
所有其他大菩萨都擅长逆世渡人，苦行救世，唯独弥勒拥有等待圆满、包容万物、静待天时的终极格局。末法时代最核心、最致命的问题，从来不是世间没有佛法、没有真理，而是众生的根气彻底变了。古人修行清心寡欲，坚守本心，敬畏因果，甘于平淡，愿意用一生的坚守与苦修，换取心性的解脱与圆满。但末法时代的现代人被欲望、浮躁、焦虑、内卷裹挟，人人追求自由，追求享乐，追求速成，追求自我，极度抗拒束缚，抗拒规矩，抗拒克制，抗拒忍耐。越到末法后期，众生的执念越重，心性越浮躁，自我意识越强，严苛的戒律，清苦的修行，刻板的规矩，只会让大众心生抵触，刻意远离，根本无法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。这也是其他所有顶级菩萨都无法承接末法度世使命的核心原因。文殊菩萨的智慧清冷高深，通透极致，适合根气上乘、天资聪慧、潜心悟道的修行人，却根本度化不了浮躁功利、心性浅薄、只求安乐的世俗大众。普贤菩萨的行愿宏大严苛，持之以恒，步步坚守，需要极致的自律、长久的忍耐、终身的践行。浮躁的末法，众生根本无法坚持，无力践行。迦叶尊者的苦行，清苦孤寂，极致克制，远离尘嚣，脱离了普通人的烟火生活，无法融入世俗教化大众。这些菩萨的修行都足够圆满，功德足够宏大，却唯独缺少适配末法时代的包容与温柔。但弥勒的教法完全不一样，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把弥勒塑造成大度孝佛的形象。这根本不是随意的艺术创作，而是暗藏了佛陀的终极安排。大度能容，容的是众生的不完美，容的是末法时代的贪嗔痴，容的是普通人的执念与过错。笑口常开，笑的是世间的纷争虚妄，笑的是众生的愚昧执着。简单直白地说，弥勒的度世逻辑是包容式救赎，温柔式唤醒，而非释迦牟尼时代的戒律式约束，规矩式教化。这是两种完全适配不同时代、不同众生的救世方式，没有高低优劣，只有时代适配之分。释迦牟尼建立的是规矩，是法度，是修行的标准，告诉众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但到了末法时代，规矩越多，众生越抵触，戒律越严，众生越逃离。这时候世人需要的不再是严苛的约束，而是宽容的接纳；不再是冰冷的规矩，而是温暖的包容；不再是苦行的救赎，而是喜乐的觉醒。弥勒的核心特质就是乐观、包容、豁达、无分别心。他不嫌弃末法众生的愚昧，不苛责普通人的欲望，他用最温和、最包容的方式接纳每一个不完美的人，再慢慢引导众生回归本心，走向圆满。这件事其实细细品味会觉得格外有意思，也格外治愈。世人一直以为佛门修行的终极内核是苦，是克制，是禁欲，是远离欲望，是对抗自我。佛门也一直以苦修、自律、清净为修行标杆。可释迦牟尼穷尽一生看透轮回之后，留给未来万世众生，留给末法时代的终极传承，不是严苛的苦行，不是冰冷的规矩，而是包容，是豁达，是温柔，是喜乐。这恰恰道破了佛法最本质、最通透的真相。真正的佛法从来不是脱离人间、脱离生活的刻板修行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玄学理论，而是扎根烟火，接纳生活，治愈人心，成全众生的圆满智慧。修行不是为了折磨自己、对抗世界，而是为了和解接纳、通透自在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好奇一个问题：既然弥勒是既定接班人，为什么他不能立刻成佛、立刻救世，偏偏要等56亿7千万年？这也是全网绝大多数科普文案都讲不透、绕不开的核心隐秘。
是这场亿万年级别传承最深刻、最通透的底层逻辑，也是释迦牟尼为何执意等待，弥勒为何甘愿折服的终极真相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彻底纠正一个大众误区：56亿7千万年的等待周期，从来不是诸佛设定的硬性规则，不是人为规定的排班时限，更不是弥勒刻意拖延的时间。这是娑婆世界众生业力消散、人心净化、心性觉醒、福报圆满所需要的自然客观周期，是天道轮回的既定规律，无人可以更改，无人可以加速。释迦牟尼涅槃之后，正法逐渐消亡，相法逐步衰落，末法彻底盛行。世间众生的贪嗔痴、杀盗淫、纷争执念、自私功利会一代代累积，层层叠加，形成笼罩整个娑婆世界的厚重业力乌云。这种众生共业是无数人日积月累的执念与恶念汇聚而成，力量宏大到极致，哪怕佛陀亲临世间，也无法强行吹散、强行破除、强行扭转。释迦牟尼涅槃之后，正法消失，相法衰落，末法盛行，世间的恶业执念纷争会堆积到极致，这些业力就像笼罩世间的厚重乌云，哪怕佛陀现世，也无法强行吹散众生的觉醒。从来不是外力强行推送的结果，而是自身业力耗尽、心性成熟的自然过程。所以弥勒长久蛰伏，静待天时，不是不愿度人，不是逃避苦难，而是真正的顶级智慧与极致慈悲。时机未到，度之无益，劝之无用，救之无功。我们可以用普通人最切身的生活体验来理解这件事。生活中我们都遇到过固执迷茫的人，也都有过固执己见、执迷不悟的时刻。当一个人深陷欲望、执念、浮躁、迷茫的时候，哪怕你掏心掏肺给他讲真理、讲道理、指方向，他不仅听不进去，还会心生抵触、反感、排斥，甚至刻意反驳、恶意诋毁。这个时候的所有劝导、所有教化、所有救赎，都是徒劳无功的无用功。真正的善意、真正的救赎，从来不是强行说教、强行改变，而是留白与等待，静待岁月打磨他的心性，静待苦难磨砺他的执念，静待挫折消耗他的浮躁。等他历经世事，心生悔悟，主动想要改变的时候，再顺势引导，一语点醒，方能一举度化，彻底圆满。个人修行如此，度化万千众生，拯救整个世间更是如此。弥勒跨越亿万岁月的漫长等待，正是对万千末法众生最大、最极致的慈悲。他甘愿放弃即时成佛的功德，放弃现世度化的圣名，独自常住清净兜率天静坐无尽岁月，默默看着人间沉浮，众生轮回，世事变迁，不急于干预世人的过错，不急于扭转世间的乱象，不急于纠正众生的执念，他只是默默积蓄愿力，打磨教法，守护因缘，耐心等待。每一个众生的业力逐步耗尽，心性逐步清明，福报逐步具足。等到万事俱备，天时圆满的那一刻，再降临世间，广施教化，圆满度化所有有缘众生。更关键的是，释迦牟尼为了让这场传承万无一失，还布下了一个跨越数十亿年的后手。很多人都听过迦叶尊者的故事，却没人读懂背后的深意。佛陀涅槃前并没有把衣钵直接传给弥勒，而是传给了苦行第一的摩诃迦叶，让他入定，积足山持佛陀衣钵，静待弥勒出世。这一入定就是56亿7千万年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，既然选定了弥勒，直接传位即可，何必让迦叶苦守无尽岁月？其实这是释迦牟尼一生中最缜密、最深远、最无懈可击的终极布局，也是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后手智慧。弥勒虽然是既定的未来佛终极法脉接班人，但亿万岁月的真空期太过漫长，变数无穷。弥勒常驻兜率天内院，不在人间住世，无法直接守护人间佛法，延续世间教法。
在佛陀涅槃弥勒下生的这数十亿年漫长空窗期，如果没有专人守护佛法火种，世间正法很可能会彻底断层，消散湮灭，后人再也无缘听闻真正的佛法真谛，只会被邪说违法功利信仰裹挟。而摩诃迦叶尊者是整个佛门最适合守护火种的人，他心性坚韧如磐石戒律，清净圆满，不恋名利，不贪供养，甘于孤寂，忠贞不二，能够忍受亿万岁月的孤寂，守住最纯粹的正法根基。迦叶尊者心性坚韧，戒律圆满，忠贞不二，是守护佛法火种的最佳人选。他持衣钵入定，就是为了守住释迦牟尼的正法根基。等到弥勒下生成佛，开启龙华三会之时，亲自将佛陀衣钵交付，完成这场跨越时空的完美交接。这一精妙至极的安排，彻底堵死了佛法断绝的所有可能，形成了最稳固的传承闭环。迦叶尊者守旧法护火，种续道脉，稳稳守住释迦牟尼流传下来的纯正佛法，不让真经断绝，不让正道偏移。未来弥勒下世开新局，弘心教度众生，以全新的适配教法，圆满度化盛世众生。一手一开，一旧一新，一前一后，一继一盛，完美衔接了横跨亿万岁月的娑婆佛法传承，让佛门智慧得以万古流传，生生不息。说到底，这层层布局、步步衔接的传承体系，背后彰显的是释迦牟尼极致的通透、极致的远见与极致的慈悲。他的传承格局从来不是简单的择优录取、顺位接班，不是选一个最优秀的弟子延续名声，而是站在整个娑婆世界轮回节奏、亿万年时代演变、万千众生根器迭代的宏大视角下，量身定制的一套完整、圆满、无死角的救世传承体系。每一个安排，每一次取舍，每一场等待，都是为了最大化度化众生，最大化延续正法，最大化圆满世间。我们再回头看弥勒的一生，就会彻底明白他的不可替代性。佛经中明确记载的一生补处菩萨，是佛门修行体系中至高无上的特殊位次，含金量远超所有普通菩萨罗汉。我用通俗的话翻译透彻，所谓一生补处，就是修行者已经彻底断尽轮回，根本破除所有无明执念，圆满所有修行功德。此生是他最后一次世间轮回，再也不会堕落，再也不会退转，再也不会经历生死浮沉。只要静待天时成熟，无需再苦修，无需再渡劫，无需再积累功德，便可直接圆满成佛，补慰世间。在整个衔接的修行体系中，能达到一生补处。位次的修行者寥寥无几，而弥勒正是释迦牟尼时代唯一受记的一生补处菩萨。这份资质、底蕴、圆满度，是其他所有弟子都无法比拟的。更特殊的是，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刻意区别对待所有弟子，将自己毕生修行中最核心、最精深、最究竟的瑜伽的异教法，也就是佛门最顶级、最通透、最圆满的终极智慧，单独传授给了弥勒一人，并未传授给文殊、普贤、迦叶等一众顶级弟子。不仅如此，佛陀还留下明确预言，在自己涅槃后的第900年，世间正法会逐步晦涩失真，曲解佛法的邪说谬论会大肆盛行，修行乱象丛生，世人很难分辨真假佛法。到那时，唯有弥勒传承的纯正的义智慧，能够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，纠正世间的偏颇认知，让世人重新读懂最真实、最究竟的佛法真谛。这也是弥勒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核心特权。佛陀座下的诸多圣弟子，每个人都只能承接传承佛陀的一部分教法、一部分智慧，各司其职，各擅其长。有人传承戒律，有人传承苦行，有人传承智慧，有人传承多闻，但唯有弥勒一人承接了释迦牟尼最完整、最核心、最究竟、最顶级的全部核心智慧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唯一法脉传承人。
讲到这里，还有一个很多人疑惑的点，民间流传最广的弥勒形象是五代时期的布袋和尚，肥头大耳，嬉笑人间，游走市井，不拘小节。为什么庄严的未来佛会被塑造成这样一副世俗随性的模样？其实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的人间化身，他游走在市井街头，不居寺庙，不执戒律行事，不渡深山苦修人，专渡世间普通人。他游走在市井街头，乡村市井，混迹于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之间，不居庄严寺庙，不执刻板戒律，不求世人供养，不摆圣人姿态。他不渡深山避世的苦修者，专渡身处烟火，被生活琐碎裹挟，有欲望、有执念、有缺点的普通人。他用嬉笑怒骂、随性自在的人间姿态，告诉后世所有众生一个最朴素、最治愈、最颠覆认知的修行真相。佛法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玄学，不是脱离烟火的苦行，不是少数人的专属修行。市井烟火，柴米油盐，喜怒哀乐，得失聚散，平凡日常，处处皆是修行。普通人不必刻意禁欲，不必刻意避世，不必刻意远离红尘，不必追求极致苦行，只要心怀善意，懂得包容，坦然处事，豁达待人，善待生活，接纳自我，守住本心，不违初心，就是最贴合末法时代、最贴近生命本质的圆满修行。这恰恰就是末法时代最需要的修行智慧，也是弥勒未来度化众生的核心方式。这正是末法时代亿万众生最需要的修行智慧，也是弥勒未来降临世间度化众生的核心方式。越是浮躁功利、内卷焦虑、欲望泛滥的时代，人们越疲惫、越迷茫、越痛苦，越需要包容，需要和解，需要豁达，需要松弛。严苛的戒律、冰冷的规矩、极致的苦行，早已不适合世俗大众的生存状态，只会让人畏惧佛法，远离修行。唯有弥勒这种喜乐、包容、接纳、不完美与生活和解、与自我和解的本心修行，才能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，治愈普通人的内心，度化万千平凡众生。现在我们再回头复盘整场传承，一切都豁然开朗。释迦牟尼选弥勒，无关神通大小，无关智慧高低，无关修行快慢，他选的是一个能承接时代变局的人。释迦牟尼完成了浊世开宗立教的使命，用严苛的法度、纯粹的真理，为黑暗世间点亮了第一盏灯。而弥勒将要完成的是盛世圆满度化的使命，用包容的心境、喜乐的智慧，唤醒末法时代沉沦的众生。他选的是一个能全然包容众生缺憾、适配平凡大众的救赎者。文殊菩萨适配天资聪慧、追求真理的智者，普贤菩萨适配持之以恒、坚守行愿的修行者，迦叶尊者适配甘于孤寂、坚守清规的苦行者。每一位大菩萨都有专属的度化人群，都有适配的根器受众。唯独弥勒不挑根器，不辨善恶，不分高低，不惧平凡，愿意接纳世间所有不完美、有执念、有欲望、有缺憾的普通众生，包容世人的愚钝，接纳众生的贪嗔，宽恕人间的过错，用最温柔、最松弛、最包容的方式，完成最宏大、最彻底、最圆满的世间救赎。他选的是一个懂等待、懂顺势、懂圆满的人，不争一时的度化之功，不贪一世的佛果之名，甘愿静坐诸天，静待亿万岁月，只在众生最需要圆满的时刻挺身而出，成全世间。很多人看完弥勒的故事，最大的感触都是唏嘘。我们以为成佛是乘风破浪、锋芒万丈、普度众生的轰轰烈烈，可弥勒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大成佛是藏风于心，静待天时，包容万物，温柔度世。释迦牟尼的伟大在于明知世间污浊，依然逆向入局，以身度世，为众生开辟前路。而弥勒的伟大在于明知岁月漫长，依然甘愿守候，初心不改为众生静待圆满。世间万千修行者，有人擅长吃苦，
有人擅长精进，有人擅长坚守，却唯有弥勒读懂了娑婆轮回的终极真相。最顶级的修行从来不是对抗苦难，而是接纳一切。最终极的救赎从来不是强行改变，而是静待花开。所以这场跨越56亿7千万年的传承，从来不是佛陀的一次简单任命，而是一场看透轮回、洞悉人性、顺应天道的终极布局。我们如今抬头所见的每一尊笑口弥勒，笑的从来不是世间荒唐，而是度尽众生的温柔与慈悲。那看似松弛豁达的模样，藏着的是亿万岁月的坚守和一场从未更改的救世之约。或许这也是千百年以来，在所有诸佛菩萨中，唯独弥勒最深入人心，最被普通人偏爱，最能治愈人心的真正原因。世人终日奔波，终生劳碌，困于生活琐碎，久于人情世故，累于得失取舍，一生都在对抗、纠结、焦虑、内耗。我们穷尽一生学习自律，学习克制，学习坚守，学习对抗欲望，却始终学不会接纳自己，包容生活，坦然面对不完美。而弥勒的千年微笑早已告诉了所有人终极的人生答案。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把自己逼到极致，而是在纷繁浮躁的人间接纳所有无常，包容所有缺憾，守住一份豁达，一份温柔，一份善意，一份希望，在烟火人间修得一颗自在从容的心。